前面几期视频，我们已经讲解了如何筛选事实和把事实与观点混淆起来。这一期我们还是要讨论事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找到的事实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怎么办呢？有道理呢，事情往往不能如我们所愿。是的，因为事实往往不能与我们的观点完全契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事实进行一些改造。这样不就成了撒谎了吗？这个与谎言不一样，我们只是对事实进行改造，而撒谎则是完全的捏造事实，这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有什么不同呢？把事实改了不还是谎言吗？不同之处就在于，如果我们捏造一个事实而被对手拆穿，那我们将立即在辩论中失败；而如果我们只是对事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就算最后被拆穿了，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理解有误。打个比方，如果我从来没有上过某个名牌大学，而我谎称我是这个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被别人查到我根本没有上过这个大学，那我就被彻底的揭穿了，这就属于纯粹的谎言。而如果我确实曾经在这个名牌大学参加过某个培训班或者研讨会的学习，那情况就会大有不同了。我懂了，这个时候你就算被发现不是正规的毕业生，你也可以辩解说，只是你对毕业生的理解有误。是的，这就是这个技巧的重点，我们千万不要编造一个纯粹的谎言，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加工，非常的狡猾。首先学习第一个技巧，误用事实。这个技巧我们不需要修改事实本身，但是我们要修改这个事实代表的含义，这样才能与我们的观点进行匹配。也就是让别人产生误会，从而欺骗他人。你还真是聪明，但是前面我也讲过，这不叫做欺骗，这叫做善意的谎言。举例，一项研究发现，某些类型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膳食纤维对血管有利，而我们公司的保健品就富含膳食纤维，因此选用我们的产品就能保证你的血管健康。那你们产品里的膳食纤维和科学家研究的是同一种吗？就算不是同一种也没关系，只要让大家以为膳食纤维都是同一种东西就行了。举例，经济数据显示，国家的工资水平略有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失业率上升。经济数据已经显示，国家的平均工资正在上升，这证明了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我们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让民众误认为经济正在快速增长，你还删除了事实中对观点不利的部分。是的，这里也综合运用了前面讲过的筛选证据的技巧。这里讲解的是不需要修改事实的情况，那么下面介绍要稍微修改一些事实的技巧，这个技巧叫做曲解事实。我们要学会从各种角度歪曲事实的描述，从而达到误导别人的目的。举例，某执政党为应对经济危机，增加国家负债用于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取得了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要找理由批评这个执政党，我们可以这样说：该政党在执政期间大量的增加国家负债，让整个国家负债累累，可见他们经济政策是完全失败的。这里为了攻击这个政党，我们歪曲了事实当中的前因后果，只强调国家负债这一个事实，从而达到攻击对手的目的。举例，科学研究表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手机辐射会导致脑癌。手机和脑癌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关注，请谨慎使用手机。这里为了与我们的观点契合，我们可以忽略事实的结论，让别人误以为使用手机会导致脑癌。这也太狡猾了吧！当然了，我们的语言能力越强，越能想出曲解事实的巧妙方法。那如果我们语言能力不强，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语言能力不强，我们可以采用下面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曲解事实的技巧，那就是夸大事实。夸大事实是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曲解事实的方法，我们要学会夸大自己的成绩，夸大对手的错误。举例，一项新药在临床实验中显示出轻微的效果。我们制药公司的新药在临床实验中取得了革命性的重大突破。举例，公司的新产品有一些小的创新。我们的产品正在进行着颠覆行业游戏规则的伟大创新。举例，敌对政治家在公共演讲中出现了一个小的错误。如果让这种口无遮拦的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的政府信用将会被彻底摧毁。好了，做一个总结，事实是由语言来描述的，而语言有很大的弹性。如何利用语言的弹性把事实向我们有利的方向引导，这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课题。感谢教主大人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再见。